经常有钓鱼大佬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，说最喜欢钓黄河的红眼鱼。这种鱼的力气很大，1斤鱼竟能折腾出3、4斤的蛮劲儿，让人在钓鱼过程中很有成就感。这个红眼鱼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鱼呢？它凭什么能一跃成为钓鱼佬心中的白月光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红眼鱼又被叫做赤眼鳟，脊索动物门鱼纲鲤形目鲤科鱼类。因为它的眼部上端有一块红色斑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名称。很多不是钓鱼老手的人会把红眼鱼和草鱼搞混，在一些地方，红眼鱼也会被其他人叫做野草鱼，因为它们在体型上比较相似，同时它们的腹部圆鼓鼓的，身上的鱼鳞也很粗大，排列紧密有致，就连体色也是和草鱼相似的灰黄至银白色。但是这两个如果上手了，是很好分辨出来的，只要从眼睛这部分就能直接判断了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红眼鱼的肉质要比草鱼更加鲜美，它其实是制作生鱼片的最佳原料。虽然一般来说生鱼片都是用海鱼做的，但是红眼鱼就可以做生鱼片，可见肉质极为鲜美了。红眼鱼属于一种高蛋白低脂肪食物，它的体内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，在好吃和营养丰富这一赛道上，红眼鱼都说得上是排名名列前茅。在市场上，红眼鱼的价格也要比草鱼高上许多。据说人工养殖的草鱼1斤也就5块多钱，但是红眼鱼1斤却要20多块钱了。除了口感和营养方面以外，还有诸多因素。首先，红眼鱼的体型要比草鱼的小一点，因此肉质也会更少，而且如今的野生红眼鱼也更少了。只有运气好才能钓到几条鱼，市场上大部分都是人工繁殖了，所以这也导致野生的红眼鱼价格会比较贵。不过人工养殖的话，红眼鱼还是很好养殖的，它们对水质要求不高，而且人工管理较为简单，吃食量大，粪便好处理，存活率较高，对氧气的耐受性较高，而且在人工养殖的情况下，红眼鱼生长的速度要比自然状态下来得快。所以红眼鱼也算是一种不错的养殖鱼种。对于钓鱼佬来说，红眼鱼不挑食，给什么饲料都能上钩，而且性情贪吃且摄食凶猛，从吃饵到拉杆子跑只要2-3秒时间。红眼鱼的力气都特别大，比起同体型的草鱼、鲤鱼来说，至少要强悍3倍，所以钓它极为过瘾。力气大的鱼还有鲢鳙鱼，在上钩之后会乱窜，而且还会时不时的跃出水面，挣扎感非常的强烈，而且它们吸食能力很强，也导致了它们的吸力很大。如果钓到了20-30斤以上的鲢鳙鱼，较多钓鱼新手会因为抵抗不住其冲劲儿，以致造成切线跑鱼。不过在钓到鲢鳙时，只要能够将前期鱼的冲劲儿撑过去，还是比较容易将鱼拉上岸的。关于钓鱼的方式也有许多门道，首先是天气问题，需要选一个适宜的天气。一般情况下，在艳阳高照的春季和秋高气爽的秋季，温度在20度左右的时候，昼夜温差小，是最适合钓鱼的。除了天气，还有气压。一般在1100帕以上的气压时，天气清新爽朗，都是比较适合钓鱼的，人也会感觉舒畅许多。但如果到了像3伏天这种天气，不只是人感觉很闷，鱼也是能感受到的，它们就不愿意开口，甚至有些鱼还会浮头到水面来吸取空气中的氧气以维持生存。然后遇上降水也是适合钓鱼的，因为雨水不断和水面接触，让更多的氧气融入到水中，鱼的活性就增加，鱼口自然不差。夏季阵雨过后，突然的强降水还能带来陆地上的食物，为鱼儿饱餐，此时正是鱼大吃特吃的好时机。然后环境也是影响钓鱼的重要因素，鱼生性胆小，人多了它们自然不敢出来活动，所以要挑一个安静的环境。夜中钓鱼也是会让鱼的胆子大起来的。如果遇上退潮，那就不适合钓鱼了，因为鱼也是能感受到水位的变化的，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它们都会随着退水游向水中央或者是深水处，到时候钓鱼佬也就是钓了个寂寞。钓鱼这个活动不好入门，一旦上瘾了就是不停买，爆金币换装备，而且没有尽头。钓鱼也不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畅新钓，为了保护鱼种，我国推出了禁钓期。
禁钓期的具体时间因地区和流域而异。例如，长江、淮河、珠江等流域的禁钓期通常是从3月1日至6月30日，为期4个月；黄河的禁钓期则是从4月1日至6月30日，为期3个月；海河、辽河、松花江等流域的禁钓期从5月16日至7月31日，为期2个半月。一些记者针对那些钓鱼佬询问禁钓期给他们带来的影响，当然，垂钓爱好者们表达了他们的无奈和失望，认为这一决定忽视了他们的需求和权益。但是这样做为的是呼吁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，从而加大对于环境保护的力度。毕竟长远来看，禁渔对于丰富渔猎资源是百益而无一害的。毕竟一些老一辈人能看到的鱼，到我们这一代却成为了一个传说。像白鳍豚、白鲟、中华鲟、长江江豚，那些长江中已经消逝或正濒临灭绝的生灵们，本在长江中生长了上千万年，却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短短几百年内陷入灭绝。特别是2020年新年伊始，长江白鲟正式宣告灭绝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，告诉我们禁渔行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。而且10年禁渔就是为了能够给长江水生生物留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。以我们常见的4大家鱼为例，它们繁殖生长通常需要4年，禁渔期设置10年，可以让它们繁衍2-3代，这样它们的数量才可以恢复，个体也能越来越大，才能出优质的鱼。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我们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呢。所以说，长江禁钓对长江水域生态自行恢复生物多样化具有重要意义。虽然说在这段期间会让不少钓鱼佬手痒痒，但是这是必要的。只有通过这种最直接的方式，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环境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，共同建设美丽的家园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